90后小夫妻因为工作原因长期两地分居，导致现在感情破裂。我和媳妇就叫认识17年，结婚15年，育有3个孩子，也是我们的爱情结晶。说实话，这段感情我并不想放弃，但是现在我们2个已经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他说他有理，我说我有理，到底该怎么办呀？请朋友们支个招。Hello， 大家好，我是胖君，欢迎大家收听我的故事。我和媳妇娇娇是2007年夏天认识的，那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当时我们都是上高一，在军训的时候我认识了娇娇，我们分到了一个班。当时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在我上初一的时候，跟着同班同学学会了上网吧。本来我是班里前几名的，最后成绩一落千丈，后面我就跟不上了。直到上高一也是对学习一窍不通。后来的我就想着既然现在已经17岁了，干脆在学校找个女朋友吧，然后以后再结婚。但是我真的不建议现在的年轻人过早的去谈恋爱因为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人生。我现在都有点后悔结婚太早了，错过了很多的东西。还有就是我没有上大学现在看到那些孩子都上了大学，懂的东西很多我都很遗憾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年轻人的重心就应该在学习上面，不要过早的去痴迷于吃喝玩乐。我跟娇娇是高一认识的，当时是我追的她我对她真的是一见钟情。那时候没想到她真的答应了我。那时候我们最开始，那时候手机还没那么发达，没有智能手机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班里给她写小纸条，然后她也用小纸条回复我，我就开始追她，真的特别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又有气质，学习又好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我们2个恋爱了。08年的时候，我1个月的生活费，我爸是给我打200块钱，说是200，但是基本上每个月都要700-800块钱。其实大部分我觉得都应该是花在了谈恋爱上面吃饭干嘛都是我抢着去买单，我给娇娇买好吃的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当然这也是应该的，你毕竟你作为一个男孩子肯定要主动点，对女孩子好。这也正是因为我能找到女朋友的原因08年我跟好兄弟因为出去洗澡导致逃了1节课，后来老师就把我们开除了，真的很遗憾我媳妇娇娇看到我被开除了之后，然后她也不想上了，因为她那时候对我已经很有感觉了想跟着我出去跑跑，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他说跟着朋友去郑州还是哪里去做那个书包，但是我肯定不想放弃他，然后我就说那要不你跟着我去广州吧。后来我们就坐大巴车还是火车我给忘了，好多年了，去了广州，然后见了我的爸爸妈妈。说实话，娇娇从小也是很苦的1-2个月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他具体什么原因咱就不过多于说了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正因为娇娇当时是单亲家庭，可能是缺乏母爱吧，我一个男孩子疯狂的去追求她，对她好，她就答应了我，要不然的话我也没那么顺利的追到娇娇。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县城的一个热干面店那时候热干面好像是才2块5、3块就是一顿热干面第一次约会娇娇当时也没说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手里也没有什么钱08年我带着娇娇去广州之后，我的爸爸去火车站接的我们当时我的爸爸就跟我说这女孩子长得有点黑，然后个子又不高，然后又是单亲家庭没有妈妈，劝我不要跟娇娇好。但是当时我正处于热恋之中，我哪听得进去，我就跟我爸说我喜欢的女孩子我一定要对她好。后来我爸爸妈妈也对我没办法，然后娇娇我们俩就这样在广州住在了一起。后来娇娇的话她去了科学城的电子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不招男生，我就没有进去前期的话都是娇娇挣钱来那个啥来维持我们的日常开支说实话她也是很争气的然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去接她下班。当时由于我年龄小，我就跟娇娇学了一下，娇娇对我爸就有点
心理抵触啊，因为是吧，毕竟是你儿子的女朋友，怎么这么说呢？但是娇娇还是义无反顾的跟我在一起。我们是07年认识，08年去的广州，然后09年因为怀孕了就结婚了啊，09年19岁结的婚。后来20年就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女儿，然后再后来2013年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女儿。我爸爸妈妈说实话是有点重男轻女的，一直想让我们要个儿子，说没有儿子的话村里人看不起。后来在我二女儿下面，娇娇说实话又流了2次产当时流产的时候我就在家那个血流了一大盆，真的挺心疼娇娇的。那时候是在下面的诊所做的这个手术现在想想都后怕，因为那时候年龄小，不懂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去正规医院做这个的真的，娇娇也为我吃了不少苦，我也很心疼她但是时间久了过上了柴米油盐的日子，肯定是会争吵的，因为各种原因。那时候因为没有自媒体，如果是有自媒体的话，我觉得像我们2个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娇娇生了孩子之后要带孩子，所以自然就没法上班了。我就做过3个月的保安，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满18岁，考不了驾驶证。后来18岁以后考到了驾驶证，我就在广州开启了出租车。说实话，那时候出租车的生意还是蛮好的，收入也不错，大概月入也能1万左右。那时候别人上班1个月工资可能才2-3千、3-4千块钱后来出租车不开了之后，然后我通过网络跟我高中同学联系上了。我高中同学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是要在广州做网店，所以我就联系他，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学做这个网店。说实话，那时候我还是挺聪明的包括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带我进入了互联网圈，让我在网络里挣到了第一桶金。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账户里面已经有80万的余额了，然后还在县城有一套房子。说实话，那时候我才25岁，这个成绩对于我来说的话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我这个账号也是跟着我高中同学，就是带我做淘宝的那个同学学的，19年开的账号后来是在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海哥，然后海哥带我做起了这个流量我的第2个贵人就是海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海哥。所以胖军也会一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朋友。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我们市区买了第2套房子，也就是买了第2套房子之后，压力开始变大。刚买房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广州，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19年我开始回河南创业也是跟我那个高中同学，但是没做出来起色然后还亏了好几万。自从这之后我就开始焦虑，失业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一直到开始做自媒体这几年，反反复复的也没有做出来什么名堂。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工作，然后我跟媳妇就叫两地分居。后来就因为长期两地分居，感情肯定会出现问题的感情上面金钱上面还有家庭上面所以现在我真的意识到了两地分居真的不好如果不是为了家庭能过上好的生活，谁愿意在外漂泊呢？说实话，我的媳妇娇娇真的是一位贤妻良母，她不怕吃苦不怕累，家里面做饭基本上都是她硬菜，都是她做的我在家里面就很少做饭，因为那时候我白天工作嘛，都是她做饭。我的话怎么说呢？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也有挣钱养家，这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就是因为这几年干自媒体没干好，然后又每个月有很大的开支，导致现在我负债累累然后家庭又没顾得上说实话，我还是很爱娇娇的，但是现在我的那个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俩就经常吵架。我真的很想挽回这一段感情，毕竟我们有3个可爱的宝宝我是90后的相对于同龄人来说，虽然算不上很好，但也差不多吧，算中等吧。我真的想跟娇娇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规划一下我们未来的人生。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我想好好做的话，还是未来可期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非常勤劳的啊，在广州一直打工，基本上没有休息过啊，因为也要上班，可能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毕竟我是弟兄2个，我哥家2个孩子，我家3个孩子，所以难免会在这上面婆媳关系上面出现一些矛盾。我想这也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我就很好奇，怎样的婆媳关系才算好？怎样去维护好这个婆媳关系？有没有懂的啊，朋友们？我真的特别纠结。总之，我还是非常爱媳妇娇娇的，我也爱我这个家庭，我也爱我们一家人。我想把日子过好，我想跟娇娇好好过日子。我想我们未来的生活是越来越美好的，也希望大家能给我出点主意。我现在到底跟娇娇该怎么解决这个之间的矛盾？该怎样好好的谈一下？每次她都不听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好，朋友们，我就不瞎叨叨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我也祝大家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开开心心，拜拜。